我这家私房菜馆火了10年，全靠3个掌勺的大厨撑场。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店里的灵魂，隔3差5就要谈条件。这次他们狮子大开口，集体停工来要求。那就滚吧。第2天，我把招牌换掉，重新装修。1周后，我的营业额翻了1倍。随后他们反悔了，求我网开一面。老板，我们想通了，薪水照旧，让我们回来带徒弟行吗？不好意思，养生鸡煲不需要翻炒大厨。许老板，我们哥几个有话说，这家店能有今天的名声，全靠我们兄弟手里的那把铲子，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薪水配不上我们的手艺，我们要涨5成工资，另外要拿店里3成的红利股，不然这灶台今天我们就疯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就这3个字，你什么态度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的要求我不能接受，你们的辞职我当场批准，工资马上结清，以后这后厨你们不用进了。许晨，你疯了吧？没了我们3个，你这私房菜馆连个响都听不见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除了会看账本，连个青菜都炒不熟。等客人把桌子掀了，我看你求不求我们回来。抱歉了各位老友，今天后厨设备维护提前打烊，还没上菜的，今天这顿我赔罪请了。老板，没必要闹这么僵吧？老王他们的手艺走了确实可惜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席，我有我的打算。老王放下狠话，行，你有种许晨，你千万别后悔。兄弟们，撤！送走最后一桌客人，刘姐还在劝我，她跟了我8年，知道这店的命脉在哪儿，但她不知道我早就看透了这个死结。传统餐饮最大的软肋，就是把命运交给了厨师的手艺和脾气。今天老王敢要3成股份，明天就敢要5成，后天直接把店砸了自己开，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当晚我就贴出了停业装修的告示，为期1周。刘姐急了，老板，这一停业，老客户都要跑光了。我没解释，只是让她放心，1周后见分晓。这7天里，我把自己关在后厨，翻遍了这10年积累的菜谱和客户反馈，我发现一个规律，客人最爱点的不是那些需要大火爆炒的硬菜，而是我们的招牌养生汤包。这道菜火候要求不高，关键在配方和时间把控。我找来了店里最老实的学徒阿强，让他跟我一起做实验。我们把汤包的配方拆解成标准化的步骤，每一味药材精确到克，每个时间节点精确到分钟。3天后，阿强做出来的味道已经能达到老王的8成水平。又过了3天，我们把流程再优化，连火候都用定时器控制。阿强做出来的比老王还稳定。第7天晚上，我站在空荡荡的店里，看着手里这份标准化流程表，我知道一场翻身仗要开始了。明天重新开业，老王他们会看到什么？第8天一早，我让工人把许家私房菜的招牌摘下来，换上了新做的许氏养生包。刘姐看着简洁的新招牌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。10年的老字号说改就改，这在餐饮界是大忌，但我心里清楚，不破不立。与此同时，老王3人正在街对面的海天酒楼里意气风发。那是我的死对头赵海开的店，档次比我高一截，一直想把我这块地盘吞下来。赵海听说我的3个大厨被我赶走，当天就开出双倍工资把他们挖了过去。老王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，配文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，底下一堆人点赞，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我没时间理会这些。这1周里，我不光调试配方，还把整个后厨的动线重新设计了。以前做私房菜需要10几个灶台，各种炒锅、蒸锅、炖锅，厨师们在里面转来转去，像打仗。现在我只留了6个专用包锅，每个锅配一个定时器和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图。最关键的是料包系统，我把养生鸡煲需要的23味中药材，按照不同的下锅时间分成了5个料包。第1包是基础药材，开锅就放；第2包是提香的，炖到20分钟放；第3包是入味的，40分钟放；第4包是调色的，50分钟放；最后1包是提鲜的，起锅前5分钟放。每个料包都是我和阿强在中央操作台提前配好，用真空袋密封，上面标注了编号和时间。阿强学得很快，我让他带着另外2个学徒反复练习。3天后，3个学徒做出来的鸡煲味道几乎一模一样，这就是标准化的威力，不依赖任何一个人的手艺和心情。刘姐看着后厨的变化，终于明白了我的用意。老板，你这是要把厨师变成流水线工人了？我笑了笑，不是流水线工人，是精密仪器的操作员。以后我们拼的不是谁的火候好，而是谁的系统更稳定。重新开业的前1天晚上，我正在改造一新的店里，菜单从原来的48道菜精简到只有6款养生包，墙上挂着每款包的功效说明：滋阴补肾、健脾养胃、清热解毒、益气补血、安神助眠、美容养颜。价格比以前的私房菜还便宜2成。就卖这6样，客人会买账吗？我指着窗外赵海的酒楼说：明天你就知道了。第2天早上10点，我准时开门。老王正好从对面走过，看到我的新招牌，嗤笑一声。他特意走到门口：养生包，许晨，你这是改行卖药膳了。客人来吃饭是要吃菜的，不是来喝汤的。我没理他，只是对刘姐说：准备迎客。11点，第1桌客人进来了，是我们的老顾客张姐。她犹豫地看着新菜单，我走过去说：今天新开业，
这顿我请，您就当帮我试试新品。张姐点了一份益气补血包。15分钟后，阿强端着冒着热气的鸡包上桌，张姐尝了一口，眼睛亮了。张姐那一口下去，我就知道稳了。她连喝了3勺汤，又夹起鸡肉细细品味，最后放下筷子说：“许老板，这味道跟以前不一样，但更舒服。以前吃你们家的菜，总觉得油重味浓，吃完口干。这个包清爽，喝完整个人都暖和。”话音刚落，门外又进来5、6桌客人，都是附近的街坊。听说我重新开业，过来看热闹的。他们看着简化的菜单，有人嘀咕：“就这几样，以前那个红烧肉呢？水煮鱼呢？”我耐心解释：“各位，以后我们专注做养生包，保证每一锅都是精品，而且出餐快，15分钟就能上桌。”有人半信半疑的点了单。后厨里，阿强和2个学徒按照流程有条不紊的操作，定时器此起彼伏的响。他们精准的投放料包，没有一丝慌乱。12分钟后，6锅养生包同时出炉，香气瞬间弥漫整个殿堂。这香味不同于传统炒菜的油烟味，而是一种清幽的药香混合着鸡肉的鲜香，钻进鼻子里，让人食欲大开。门外路过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，探头往里看。正在这时，老王带着他的2个兄弟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。他故意提高嗓门：“哟，许老板生意不错啊，让我看看你这没有大厨的店能做出什么好东西。”他走到张姐那桌，指着鸡包说：“就这一锅炖鸡，张姐，您以前最爱吃我做的爆炒腰花，那才叫火候，那才叫功夫。”张姐皱了皱眉，没理他。老王不死心，又走到另一桌，夹起一块鸡肉尝了尝，冷笑道：“味道寡淡，中药味太重，这能叫菜吗？许晨，你这是开餐厅还是开药铺？”我平静地说：“老王，你要是来吃饭，我欢迎；要是来砸场子，请出去。”老王正要发作，门外突然涌进来一大群人，原来是那股香味吸引了周围写字楼的白领。他们午休时间有限，看到我们出餐快，纷纷进来点单。一时间店里坐满了人，刘姐忙得团团转。老王看着这场面，脸色铁青，他想再说什么，却被人流挤到了门口。我叫他麻烦让一让，别挡着客人。下午1点，午市结束，我让刘姐统计营业额，她拿着计算器的手都在抖。老板，今天中午我们翻台3次，卖出去86份包，这营业额简直是平时1天的总和啊！我看着后厨，阿强他们虽然累，但井然有序，没有以前那种手忙脚乱，没有厨师之间的争吵，更没有因为某道菜做砸了要重做的浪费。标准化的威力在第一天就显现出来了。傍晚，我站在门口，看着对面赵海的酒楼，老王正站在那边的窗口，死死盯着我这边。我知道他心里不服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晚市5点开始，门口已经排起了队，有人在朋友圈发了照片，配文：“新开的养生包，好吃不贵，关键是真的养生。”底下评论炸了，都在问地址。刘姐兴奋地说：“老板，照这个势头，今天营业额能翻1倍。”我点点头，但心里清楚，真正的战争才刚刚打响。赵海不会坐视不管，老王也不会善罢甘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手里有他们没有的武器一套，可以复制，可以扩张，不依赖任何个人的标准化系统。夜里10点，我送走最后一桌客人，刘姐报出今天的最终营业额，正好是平时的2倍。我看着后厨里整齐摆放的料包和干净的包锅，知道这条路走对了。但第2天一早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他是一个美食博主，叫刘小新，是个大 V，拥有100万粉丝。昨晚刷到了同城客人发的鸡包视频，觉得很有意思，特意跑来探店试试。欢迎欢迎，请这边坐。但没想到他的视频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。刘小新点了3款不同的养生包，他边吃边拍，重点拍了我的养生药材原料，还有新鲜自养走地鸡。视频里介绍，这家店颠覆了我对传统餐饮的认知，老板把复杂的中药配方做成了精准的料包系统，每一锅的味道都稳定如一，关键是真的养生。我喝完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，甚至把我墙上的温馨提示拍了进去。饮汤后上厕所属正常现象，中医药膳祛湿排毒。视频当晚就爆了，播放量突破100万。第2天一早，店门口排起了长队，很多人是专程从其他区赶来的，就为了尝尝这个网红养生包。刘姐从早忙到晚，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。我紧急又招了3个服务员，后厨也增加到6个学徒轮班。到了周末，营业额已经是开业第1天的3倍。我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看着络绎不绝的客人，心里踏实了。这套标准化系统经受住了考验，即使客流量暴增，出品质量也没有下降。但对面的赵海坐不住了，他的酒楼生意本来就一般，现在被我分流了大量客人，更是门可罗雀。他把老王叫到办公室，劈头就问：“你不是说许晨没了你们就完蛋吗？现在人家生意火成这样，你怎么解释？”老王脸上挂不住，硬着头皮说：“不就是炖个鸡加点中药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老板你放心，我也能做出来，而且比他的更好吃。”赵海眼睛一亮：“我给你1周时间，必须推出我们自己的养生包，把客人抢回来。”老王回到后厨，开始琢磨我的配方。他让人去我店里打包了一份鸡包回来，仔细品尝分析。他尝出了当归、枸杞、党参、黄芪这些常见药材，
觉得不过如此。他自是做了20年厨师，对食材和调味了如指掌，这点小事难不倒他。3天后，老王推出了赵海酒楼的滋补鸡煲，他按照自己的理解，往锅里加了10几味中药材，还特意加重了分量，想做出更浓郁的药香。第一锅出来，他自己先尝了一口，觉得味道不错，药味很足，应该比我的更有养生效果。赵海在门口挂出了大横幅：海天酒楼隆重推出滋补鸡煲，名厨主理，药效更强，还特意把价格定得比我低2成，想用价格战把客人拉过去。开始确实有些客人被吸引过去了，但很快问题就来了，有客人反映鸡煲的味道太苦，药味压过了鸡肉的鲜味，喝完嘴里发涩，还有人说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，感觉药材之间有冲突。老王不以为意，觉得是客人不懂欣赏。他对赵海强调养生嘛，良药苦口，那些客人都是被许晨的改良口味惯坏了，真正的药膳就该有浓烈的药味。赵海将信将疑，但看着稀稀拉拉的客人，心里也没底。他让老王继续改进配方，务必要做出能跟我抗衡的产品。老王憋着一股劲，每天在后厨试验各种配方，他加这个减那个，但始终找不到那个平衡点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药材，我做出来就鲜美养生，他做出来就苦涩难咽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中药配伍讲究君臣佐使，每味药材的用量和下锅时间都有严格要求，差1克都会影响整体口感，差1分钟都会破坏药效平衡。这些是我花了整整1周，翻遍了中医典籍，请教了3位老中医才摸索出来的。老王凭着厨师的直觉下配，怎么可能做得出来？1周后的一个晚上，我正在盘点库存，刘姐突然慌张地跑进来表示出事了。刘姐说食药监的人来了，说接到举报，我们的养生包里添加了违禁药材，要进行突击检查。我心里一沉，立刻明白这是赵海的手段，正面竞争不过就开始玩阴的了。我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走到店门口，3个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正站在那里，领头的是个40多岁的女同志，姓陈。她出示了证件，说接到匿名举报，怀疑我们在汤底添加了国家禁用的中药材，需要配合调查。我很平静地说，没问题，请进，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和配方都可以公开，随便检查。陈队长看了我一眼，似乎对我的坦然有些意外。一般被突击检查的餐厅，老板都会慌张辩解，我这么配合反而让他觉得不太寻常。我带他们进了后厨，把所有的料包都拿出来，一包一包的打开给他们看。每个料包里的药材我都能说出名字和功效：当归补血，枸杞明目，党参益气，黄芪固表，茯苓健脾，山药养胃。陈队长拿出清单逐一核对，发现全都是国家允许药食同源的品种，没有任何违禁成分。他又检查了我的进货渠道，所有药材都是从正规的中药材市场采购，有完整的票据和检验报告。他看着这些整齐的档案，皱了皱眉。徐老板，你这管理做得很规范啊。我笑了笑，做餐饮的，食品安全是底线，我不敢有半点马虎。陈队长又让人取样，要拿回去做进一步检测，我全程配合，还主动提出可以检查我们的操作流程，可以让师傅现场做一锅出来。陈队长点点头。阿强接到指令，开始按照标准流程操作。他先处理鸡肉，然后烧水，按照时间节点依次投放中药材，整个过程一丝不苟，每个步骤都有记录表可查。陈队长看着这套标准化流程，若有所思。他问我这套系统是我自己研发的吗？我表示对的。我想做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餐厅，而是一个可以复制、可以扩张的养生品牌。所以从一开始就把食品安全和标准化放在第一位。检查持续了2个小时，最后陈队长收起了记录本，表示初步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，具体结果要等样品检测出来，大概3天后会有正式报告。这期间我可以正常营业。我送他们出门，回头看到店里的客人都在窃窃私语，这种突击检查对餐厅的声誉是个打击，搞不好会引发信任危机。我必须主动出击，把坏事变成好事。当晚，我在店里的官方账号发了一条视频，视频里我坦诚地说明了今天的检查情况，并且承诺从明天开始，我们的后厨将全程直播，所有的操作流程、原材料、配方比例全部透明化，欢迎大家随时监督。这条视频发出去，评论区炸了，有人说我是作秀，有人说我是真诚，但更多的人表示期待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在后厨安装了3个高清摄像头，通过店里的大屏幕实时播放后厨画面，客人坐在大厅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锅养生包是怎么做出来的。这个举动引发了巨大反响，很多餐厅的后厨都是神秘的，客人永远不知道自己吃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我这么一公开，反而让人觉得我没有底气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3天后，食药监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所有指标全部合格。陈队长亲自打电话告诉我这个结果，赞赏我这个透明厨房的做法很好，值得推广。我把检测报告拍照发到了网上，配文清者自清，欢迎监督。这条内容的转发量超过了10万，很多人留言说要来店里吃饭，就冲这份坦荡，营业额不降反升，比之前又涨了2成。刘姐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说老板，这次赵海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反而给我们做了免费广告。我没有说话，
只是看着对面的海天酒楼，我知道赵海不会就此罢休，他还会有下一招。但不管他出什么招，我都不怕，因为我走的是正道，经得起任何检验。隔天上班，我发现店里少了3个服务员。刘姐查了监控才发现，昨晚打烊后，赵海派人来挖走了3个服务员，开出的条件是工资翻倍，还承诺包吃包住。这3个人都是新招的，对店里没什么感情，当场就跟着走了。我倒不觉得意外，赵海这是想从内部瓦解我。服务员好招，但培训需要时间。他这一招确实给我制造了麻烦，偏偏现在正是生意最火的时候，人手本来就紧张。刘姐急得团团转，说要去劳动局告他们。我拦住她，表示强扭的瓜不甜，他们想走就走，我们重新招人就是了。正说着，刘姐的手机响了，她接起来，脸色变得古怪。挂了电话，她告诉我是老王托她传话，说想回来，工资按以前的标准，不要股份了，只求我给一个机会。我冷笑一声，表示她现在知道回来了，当初走的时候不是挺硬气的吗？刘姐叹了口气，告诉我，听说赵海那边生意越来越差，老王他们的工资都拖欠了2个月，而且赵海天天骂他们没用，连个养生包都做不出来。老王现在是真的后悔了。我摇摇头，表示许氏养生鸡包不需要传统大厨，我现在要的是能执行标准化流程的人，不是自以为是的老师傅。刘姐还想再劝，我抬手制止了她。我知道她是好心，觉得老王他们手艺确实不错，回来能帮上忙，但她不明白，我要打破的就是对个人手艺的依赖。如果让老王回来，就等于否定了我这1个月的努力。我把阿强叫到办公室，直接跟他说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后厨主管，工资涨5成，负责培训新人和监督流程执行。阿强愣住了，他才23岁，跟我学厨不到2年，从没想过自己能当主管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，老板，我行吗？我怕做不好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表示他这1个月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，他的踏实、细心、执行力强，这些比所谓的手艺更重要。还有，我们靠的是系统，不是个人，只要严格按照流程来，谁都能做出好产品。阿强眼眶红了，重重的点头。我知道我没看错人，这个年轻人会成为我标准化体系的最佳执行者。解决了人事问题，我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发展。现在店里只有6款养生包，虽然每款都很受欢迎，但时间长了客人会腻。我需要一个专业的营养师来帮我优化产品线。我想起了大学同学苏晴，她毕业后一直在3甲医院做营养科医生，对中医食疗很有研究。我给她打了电话，约她来店里聊聊。苏晴来的时候，我让阿强做了6款包给她品尝，她一边吃一边记录，最后说，许晨，你这个配方基础很扎实，但还有优化空间，比如这个益气补血包，如果按照4季调整配方，效果会更好。春天重在疏肝，夏天重在清心，秋天重在润肺，冬天重在温肾。我眼睛一亮，按这样说，我可以推出4季养生系列了。苏晴点点头，提了一些建议，表示还可以针对不同人群定制，比如女性美容养颜系列、男性强身健体系列、老人延年益寿系列、上班族抗疲劳系列。每个系列根据季节和体质微调配方，这样产品线就丰富了，而且更专业。我当场拍板让苏晴来这里当合伙人，她负责产品研发和营养咨询，我给她2成股份。苏晴犹豫了一下，说要考虑考虑。3天后，苏晴辞掉了医院的工作，正式加入了许氏养生包。她带来了一整套4季养生方案，我们花了1周时间调试配方，推出了春季养肝系列。新品一上市，立刻引发抢购。很多客人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养生，不是简单的炖个鸡加点药材。我站在店门口，看着排队的客人，心里踏实了。有了苏晴的加入，我们和传统私房菜的差距会越拉越大。赵海和老王想模仿都模仿不来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专业度。但就在这时，我发现对面海天酒楼的门口贴出了转让告示。我以为赵海要认输了，没想到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，背后还憋着更狠的招。第2天，我又丢了5个服务员，这次不是新人，而是跟了我3、4年的老员工。赵海给他们开出的条件更诱人，工资翻倍，年底分红，还承诺如果转让成功，让他们入股新店。刘姐气得直跺脚，这个赵海太不要脸了，明摆着是要把我们的人挖光。老板，我们得想办法留人啊。我却很冷静，我看着店里忙碌的场景，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，但对人力的依赖也越来越重。服务员要点餐、上菜、收拾桌子，后厨要配料、煮包、出餐。如果赵海一直用这招，我就得不断招人、培训，永远被他牵着鼻子走。我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当天晚上，我联系了一家智能餐饮设备公司，他们的产品包括自助点餐系统、智能传菜机器人，还有最新研发的自动煮包设备。我约了他们的技术总监，第2天来店里考察。技术总监姓林，是个30出头的理工男。他看了我们的后厨布局和操作流程，兴奋地表示，修我这套标准化系统简直是为智能化量身定做的。煮包的温度、时间、投料顺序都是固定的，完全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工。我问他需要多长时间改造，他解释道，设备现成的，主要是调试和培训，给他1周时间，保证让我的后厨实现半自动化。我当场签了合同，这笔投入不小，但我知道这是必须走的路。只有降低对人力的依赖，才能真正做到可复制、可扩张。改造期间，我让店暂时缩减营业时
时间只做晚市。赵海以为我撑不住了，在朋友圈发了条嘲讽的动态：有些人啊，玩不起就别玩。老王在底下点赞评论：没有真功夫，迟早要露馅。1周后，新系统上线，店门口我装了6台自助点餐机，客人扫码点单，支付后直接生成订单传到后厨，后厨的6个主包位全部升级成智能设备。阿强只需要把处理好的鸡肉和料包放进去，设备会自动控制火候和投料时间，煮好后传菜机器人会把包送到指定桌位。整个流程下来，原本需要10个人的活，现在5个人就能搞定，而且效率更高，出错率更低。重新开业那天，很多客人被这套智能系统吸引，他们觉得新鲜有趣，纷纷拍照发朋友圈。有个科技博主专门写了篇文章，标题是传统餐饮的未来，许氏养生包的智能化探索，阅读量超过100万。苏晴看着后厨的智能设备，感慨地说：许晨，你这是在重新定义餐饮业，以后开分店只需要复制这套系统就行了。我点点头，表示这才是我想要的，不依赖任何个人，只依赖系统。与此同时，赵海那边的情况越来越糟，他花重金挖来的员工发现店里生意惨淡，工资根本发不出来，纷纷要求离职。老王更是成了出气筒，赵海天天骂他是废物，连个养生包都研发不出来，还害得店里赔了这么多钱。老王憋着一肚子火，有天终于爆发了，他指着赵海的鼻子说：你以为你是谁？要不是你瞎指挥，非要我降价竞争，店能亏成这样？赵海冷笑：我瞎指挥，你自己没本事还怪我？许晨，一个外行都能做出爆款，你一个做了20年的大厨做不出来，你好意思？两人在后厨大吵一架，最后老王摔了围裙，带着另外2个厨师直接走人。赵海气得砸了好几个盘子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没了厨师，海天酒楼彻底开不下去了。3天后，赵海找到我，说想把酒楼转让给我。我看着他憔悴的样子，平静地说：赵老板，我对你的店不感兴趣，不过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加盟我们的品牌，我提供全套系统和培训。赵海的脸涨得通红，最后一句话没说，转身走了。赵海拒绝了我的加盟提议，但他的酒楼还是没能撑下去。1个月后，海天酒楼正式关门，赵海把店面转给了一家火锅连锁，老王3人彻底失业了，在餐饮圈里也传开了他们的名声，没人敢用。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想到老王还不死心。那天晚上打烊后，阿强在后门倒垃圾时发现有人在翻我们的垃圾桶，他走近一看，正是老王。老王手里拿着几个用过的料包，正在仔细研究。被发现后，他也不觉得尴尬，反而冷笑一声：许晨的垃圾又不是宝贝，我捡来看看怎么了？阿强想赶他走，老王已经骑着电动车跑了。阿强第2天跟我汇报这事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那些料包是我们测试新配方时淘汰的残次品，有些药材配比不对，有些是过期的。我本来打算统一销毁，但最近太忙，就先堆在后门的垃圾区。我问阿强那些残次品还在吗？阿强摇摇头，表示昨天全被老王拿走了，大概有20多包。我皱起眉头，那些残次配方虽然不至于有毒，但药材配比失衡，吃了容易引起肠胃不适，轻则腹泻，重则呕吐。我当初淘汰他们，就是因为测试时发现了这个问题。刘姐担心地说：老板，要不要报警？他这算偷窃吧？我摇摇头，垃圾不算偷窃，而且我倒想看看他拿这些残次品能干什么。答案很快揭晓了。1周后，海天酒楼的旧址重新开张，换了个名字叫老王养生包，招牌上写着20年大厨主理，正宗中药配方，比许氏更地道，价格比我们低3成，还打出了开业酬宾买1送1的促销。原来是赵海看到养生包的市场这么火，不甘心就这么退出，他重新启用了老王，给他投资开了这家店。老王用我那些残次配方反向研究，加上自己的理解，拼凑出了一套所谓的正宗配方。开业头几天，确实有不少客人被低价吸引过去，有些是贪便宜的，有些是好奇的，还有些是我们这边排队太久，等不及跑过去的。刘姐看着对面热闹的场景，有些着急。老板，他们这么搞价格战，我们要不要也降价？我淡定地喝了口茶，不用，好好做我们的，等着看戏就行。苏晴也看出了问题，她去老王那边买了一份包回来分析，尝了一口就皱起眉头，表示这配方有问题，药材配比完全不对，寒热不调，吃多了肯定会闹肚子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，那些本来就是我淘汰的残次品，老王以为捡到宝了，其实是捡了个定时炸弹。苏青担心地说，那会不会有人吃出问题，反过来怪到我们头上？毕竟他打的是养生包的招牌，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。我让刘姐在店里的显眼位置贴出声明，许氏养生宝配方为独家研发，已申请专利保护，市面上任何仿冒产品与本店无关，请认准正规渠道。同时在网上也发了同样的声明。接下来的1周，老王那边生意还不错，他在朋友圈得意洋洋地发照片，配文姜还是老的辣，真功夫假不了。底下一堆人点赞，都说还是老师傅靠谱。我没有回应，只是每天照常营业。我知道那颗定时炸弹快要爆了。果然，第10天的晚上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。电话是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打来的，医生说今晚连续收治了7名急性肠胃炎患者，症状都是剧烈腹泻和呕吐。经过询问，这7个人都在同一家餐厅吃过饭，就是老王的养生包。医院怀疑是食物中毒，已经向食药监报告了。我挂了电话，心情复杂。我早就料到会出事，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波及的人还这么多。第2天一早，老王养生包的门口
就被食药监封了。执法人员进去取样检测，发现汤底的药材配比严重失衡，多种寒性药材叠加使用，导致脾胃虚弱的人吃了会腹泻。更严重的是，有几味药材已经过期发霉，这才是引发食物中毒的真正原因。事情很快在网上发酵，有患者把住院单和老王店的小票发到网上，配文养生包变夺命包，大家千万别去吃。评论区炸了，很多人说自己也在那里吃过，虽然没住院，但确实拉了肚子。本地的新闻媒体也跟进报道，标题是山寨养生包致多人中毒，黑心老板被查处。记者采访了几个受害者，他们都说是冲着20年大厨的招牌去的，没想到吃出了问题。赵海看到事情闹大了，第一时间撇清关系，他召开记者会，说自己只是投资人，配方和经营都是老王负责的。他还拿出了一份协议，证明当初约定老王要对产品质量负全责。随后他宣布立即解除与老王的合作，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老王傻眼了，他没想到赵海会这么绝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。他想辩解，说那些配方是从许晨的垃圾里捡来的，但没人信。食药监的人问他，别人扔掉的东西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扔吗？过期发霉的药材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吗？有卫生许可证吗？他确实没有任何证照，就是凭着一腔热血和对许晨的不服气，匆匆忙忙开了这家店。那些残次配方他也没仔细研究，只是觉得能省钱就直接用了。至于过期发霉，他根本没注意。食药监对老王处以10万元罚款，并吊销了他的从业资格。那7个住院的患者也联合起来起诉他，要求赔偿医药费和精神损失。老王一下子背上了20多万的债务，还被列入了餐饮行业的黑名单。另外2个跟着他的厨师也受到牵连，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配方研发，但作为后厨人员，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责任，他们也被罚款，并在行业内留下了污点。3个人彻底完了，没有餐厅敢用他们，连小饭馆都不要。他们在人才市场转了一圈，一听说是从老王养生包出来的，招聘方立刻摇头。老王坐在马路牙子上，看着对面许氏养生包门口排队的客人，突然哭了。他想起当初在许晨店里的日子，虽然工资不算高，但稳定体面，逢年过节许晨还会发红包。他想起许晨从来不拖欠工资，对员工也很尊重，只是不允许他们拿手艺要挟。他现在才明白，许晨当初赶走他们，不是不需要他们，而是不需要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。许晨要的是一个可以长久发展的系统，而不是被几个厨师绑架的店。另外2个厨师也后悔了，他们跟着老王闹事，以为能逼许晨就范，没想到把自己的后路全断了。3天后的傍晚，我正在店里查账，刘姐告诉我王他们3个在门口跪着。我走到门口，看到老王3人跪在地上，他们头发凌乱，衣服皱巴巴的，完全没有了当初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周围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，有些是来吃饭的客人，有些是路过的行人。老王抬起头，眼睛红肿，说自己错了，当初是他们不知好歹，不该那样要挟我。这些天他们想明白了，我对他们已经够好了，求我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回来。公司按以前的标准，什么股份红利他们都不要了。另外2个厨师也跟着磕头，说自己就想有口饭吃。现在整个行业都把他们拉黑了，只有我能收留他们。他们可以从学徒做起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干。围观的人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人认出了他们，嘲讽这不是那个出事的养生包的厨师吗？也有人同情他们，劝我看他们也挺可怜的，要不就给个机会。刘姐站在我身边，小声说，老板，他们确实是走投无路了，要不……我打断了他，走到老王面前，平静地说，老王，你还记得你走的时候说过什么吗？你说客人认的是你的火候，不是我的招牌。你说没了你们，我这店连个响都听不见。老王低下头，声音哽咽，我当时是糊涂了，说了混账话。许老板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摇摇头，我不是记仇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当初说的那些话，恰恰证明了你不适合回来。我指着店里的智能煮包设备，表示现在我的后厨不需要什么火候大师，不需要什么翻炒技巧，我需要的是能严格执行标准流程的人，是能把每一个步骤做到位的人。而你们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的手艺才是最重要的，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什么叫标准化。老王急了，表示他们可以学，他们可以改，让我就当他们是新人，从零开始培训他们。我叹了口气，老王，不是我不给机会，是你们已经不适合这个行业了，你们被吊销了从业资格，我就算想用你们也不能用。而且说实话，就算没有这些限制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回来。我环顾四周，看着店里忙碌的景象，阿强正在指导2个新学徒操作设备，苏晴在和客人讲解不同包的养生功效，传菜机器人有条不紊地穿梭在桌位之间，这一切都在有序运转，不需要任何所谓的大厨。我转身对老王表示，他们当初选择离开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，我不怪他们，但也不会让他们回来。这不是报复，而是我的原则。我表示许氏养生包走的是标准化、系统化的路线，不依赖任何个人，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。老王3人瘫软在地，彻底绝望了。围观的人也散了，有人感慨这就是现实啊，当初怎么对别人，现在就怎么被对待。我转身走进店里，刘姐追上来询问我这样会不会太绝情了。我摇摇头，表示做生意不能心软，今天如果我让他们回来，明天就会有第2个、第3个老王出现。我必须让所有人知道，在许氏养生包，系统大于个人，规则大于情面。刘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晚上盘点营业额时，我发现今天又创了新高。苏晴拿着一份市场调研报告走进来，表示我们现在的品牌知名度已经覆盖了整个
个城市，很多外地的客人专程开车过来吃，觉得是时候考虑开分店了。我看着报告，心里有了计划，但我知道开分店不是简单的复制，需要更完善的供应链和管理体系，而且肯定会有人眼红，会有新的挑战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电话是一个投资人打来的，姓张，说看好养生包这个赛道，想投资我开连锁店。他开出的条件很诱人，投资500万，占股30%，帮我在半年内开10家分店。我婉拒了，不是不想开分店，而是我不想被资本绑架。我见过太多餐饮品牌拿了投资后被迫快速扩张，最后质量失控，口碑崩塌。我要开分店，但必须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。苏晴听说这事，专门找我聊了一次。他劝我开分店确实要慎重，但也不能一直停在原地。他建议先建一个中央厨房，把料包的生产集中化、规模化，这样既能保证品质统一，又能降低成本，为将来的扩张打好基础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现在我们的料包都是在店里手工配制的，阿强每天要花3个小时配料。如果开了分店，每家店都这么配，效率太低，而且容易出错。我找了一家食品加工厂，谈好了代工合作。我把配方和标准流程交给他们，由他们负责大规模生产料包。每个料包都有独立包装和2维码，可以追溯生产批次和日期。这样一来，分店只需要从中央厨房进货，按照流程操作就行了。中央厨房建设花了1个月。就在我准备启动分店计划时，供应商老李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以后不能给我供货了。我愣住了。老李是我合作了5年的鸡肉供应商，一直很稳定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只说有人出更高的价格把他的货源全包了。我又联系了另外3家供应商，得到的答复都一样，货源被人包了，暂时供不了货。我意识到有人在针对我，我让刘姐去市场打听，很快就查出了幕后黑手赵海。原来赵海虽然关了酒楼，但手里还有些资金，他看到我要开分店，心生嫉恨，就想出了这个损招。他联系了一个做餐饮供应链的老板，两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，专门收购市面上的优质三黄鸡。他们给养殖户的价格比市场价高2成，条件是必须签独家供货协议。短短半个月，全城8成的鸡源都被他们控制了，剩下的那些要么品质不行，要么价格高的离谱。刘姐急得团团转，老板，这可怎么办？没有鸡，我们连现在这家店都开不下去了，更别说开分店了。我看着库存表，心里盘算着，按照现在的销量，库存最多还能撑1周。1周之后，如果还找不到货源，我就得停业。苏晴也很担心，让我换个品种，用鸭肉或者排骨代替。我表示不行，我们的配方是专门针对鸡肉研发的，换了其他食材，口感和药效都会变，而且客人认的就是我们的鸡包，换了就不是许氏养生包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翻看着以前的进货记录，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半年前的备注：乡下养殖基地考察。我想起来了，半年前我去乡下考察过一个养殖基地，那个基地的老板姓陈，专门养殖散养三黄鸡，品质很好，但产量不大。当时我觉得他那里太远，运输成本高，就没有深入合作。但我记得我们签过一份意向协议，我翻出那份协议，仔细看了一遍。协议上写着，如果将来需要稳定货源，可以优先从陈老板那里采购，价格按市场价，但需要提前3个月预定。我立刻给陈老板打了电话。陈老板接到我的电话很意外，他说这半年来确实有人找过他，想高价收购他的鸡，但他记得我们的协议，一直没答应。他问我需要多少货，我说按照现在的销量，每天至少需要100只，如果开分店，需求量还会翻倍。陈老板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徐老板，实话跟你说，我现在的养殖规模每天只能供应50只，但如果你愿意等，我可以扩大养殖规模，3个月后我能保证每天供应200只。我问他需要什么支持，他说扩建鸡舍和增加鸡苗需要资金，大概30万。我当场答应预付给他50万，作为未来半年的货款预付。同时我们签订了正式的独家供货协议，价格比市场价低1成，但我保证长期稳定采购。陈老板很感动，说我这是雪中送炭，他一定把品质做到最好，不辜负我的信任。挂了电话，我松了口气，虽然这3个月会很艰难，但至少看到了希望。我立刻调整了经营策略，把每天的营业时间缩短2个小时，限量供应，每天只做100份包，这样既能保证现有客人的需求，又能把库存撑到陈老板那边的货源稳定下来。我在店门口贴出告示，因货源调整，暂时限量供应，每日限售100份，售完即止，给大家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。没想到这个限量策略反而引发了抢购热潮，很多客人为了吃上我们的包，早上9点就来排队。有人在网上发帖，许氏养生包现在一包难求，比抢演唱会门票还难。这种饥饿营销的效果，让我们的品牌热度反而更高了。赵海看到我没有倒闭，反而越做越火，气得不行。他让人去打听我的货源，发现我竟然从乡下找到了供应商。他立刻派人去找陈老板，开出了比我高5成的价格，想把陈老板挖过来。陈老板把这事告诉了我，我说，陈老板，做生意讲的是信誉，你要是觉得我给的价格不合理，我们可以重新谈，但如果你答应了我，又转身去跟别人合作，以后在这个圈子里就没人敢信你了。陈老板笑了，徐老板，你放心，我是农村人，最看重的就是信用。当初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预付了50万，这份情我记着，别说他出高5成，就是高1倍，我也
也不会跟他合作。赵海的计划又落空了，他控制的那些货源因为价格太高，很多餐厅都不愿意用。他囤积的鸡卖不出去，每天的饲养成本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2个月下来，他的资金链开始吃紧。与此同时，我这边的情况越来越好。3个月后，陈老板的养殖基地扩建完成，每天能稳定供应200只优质三黄鸡，而且因为是散养的，肉质比市场上的普通鸡好很多。客人都说我们的包味道更鲜美了。更关键的是，我的成本比赵海控制的货源低30%，这意味着我可以保持现有价格，利润反而更高，或者我可以适当降价，进一步挤压竞争对手的空间。我选择了后者，我把价格下调了1成，同时推出了寻根溯源活动，邀请老顾客去陈老板的养殖基地参观。客人们看到那些在山林里自由奔跑的鸡，看到陈老板一家人辛勤劳作的场景，对我们的品牌信任度大大提升。有个客人在参观后发了条朋友圈，终于明白为什么许氏养生包这么好吃，从源头到餐桌，每个环节都用心，这样的品牌值得支持。这条朋友圈被转发了上千次，很多人留言说要来吃。赵海彻底崩溃了，他投入的几百万全部打了水漂，囤积的鸡因为卖不出去，最后只能跌价处理，亏损超过100万。他的合伙人也跟他闹翻了，两人对簿公堂。我听说这个消息时，正在和苏晴讨论分店选址。苏晴拿出一份详细的市场分析报告，标注了5个适合开分店的地段。他说现在我们的供应链稳定了，中央厨房也建好了，是时候启动分店计划了。他建议先开3家，分别在商业区、写字楼区和大学城，覆盖不同的客群。我看着报告，心里有了底。这半年的积累，让我对整个运营体系有了充分的信心。标准化的流程、智能化的设备、稳定的供应链，这些都是可以复制的。我不再担心分店会失控，因为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把控。就在我准备签下第1个分店的租约时，刘姐慌张地跑进来：“老板，出大事了！赵海的餐厅着火了，消防队正在扑救。”我心里一紧，立刻赶到现场。赵海原来的海天酒楼已经被大火吞没，浓烟滚滚，消防员正在全力扑救，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火很快被扑灭了，但整栋楼已经烧得面目全非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消防队在现场发现了人为纵火的痕迹，监控显示是赵海本人在凌晨2点潜入了已经关闭的酒楼，泼洒了汽油。警察很快找到了赵海，他正坐在不远处的台阶上，浑身酒气，眼神空洞。他看到警察，突然大笑起来：“烧了，烧了，反正我也完了，不如一把火烧个干净。”警察问他为什么要纵火，他指着我的方向，声音嘶哑：“都是因为他，都是因为许晨，要不是他，我的酒楼不会倒闭，我也不会亏这么多钱。我恨他，我要让他也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”原来赵海本来想烧的是我的店，但他知道我店里有监控和智能安防系统，不好下手，他就想先烧自己的旧店制造混乱，然后趁乱对我的店下手。没想到火势太大，消防队来得太快，他的计划还没实施就被抓了。警察在他身上搜出了另一瓶汽油和打火机，还有一张手绘的我店铺的平面图。如果不是阿强警觉，发现赵海在我店附近鬼鬼祟祟，及时报了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赵海被带走了，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制裁。这个曾经在本地餐饮圈呼风唤雨的人，最终因为嫉妒和报复心理，把自己送进了监狱。这件事在本地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很多人感慨做生意要有格局，输不起的人最终会输掉一切。也有人说，许氏养生包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扎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向。事情平息后，我重新投入到分店筹备中。第1家分店选在了市中心的商业综合体，面积比总店大1倍。我把总店的所有系统完整复制过去，从装修风格到设备配置，从操作流程到服务标准，全部一模一样。开业前，我对分店的员工进行了为期2周的培训。我告诉他们，在许氏养生包没有什么大厨和学徒之分，只有执行者和管理者。只要你严格按照流程操作，就能做出和总店一样的产品。分店开业那天，我站在门口，看着排队的客人，心里涌起一股成就感。这不仅仅是一家新店的开张，更是我这套标准化体系的成功验证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我又开了4家分店，每家店的营业额都很稳定，出品质量也保持一致。客人们说，不管在哪家店吃，味道都一样好，这就是品牌的力量。半年后，许氏养生包已经成为本地最火的餐饮品牌。我开始收到全国各地的加盟咨询，很多人想把这个模式复制到自己的城市。我和苏晴商量后，决定开放加盟，但我们设置了严格的门槛，必须使用我们的中央厨房供应的料包，必须采购我们指定的设备，必须接受我们的培训和监督，这样才能保证每家加盟店的品质都符合标准。1年后，许氏养生包在全国开了50家分店，50家分店的成功让我成了本地的创业明星，各种媒体采访、商业论坛邀请接踵而至。有家财经杂志要做我的专访，标题定为从私房菜到连锁品牌，许晨的标准化革命。但我心里清楚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，分店越多，管理难度就越大。虽然有标准化流程，但人的因素永远是最难控制的。果然，问题很快就来了。南方一家加盟店的店长为了节省成本，私自更换了供应商，
用便宜的普通鸡代替了我们指定的散养鸡，客人吃出了差异，在网上投诉说这家店的味道不正宗。我立刻派苏晴去调查，他回来后气愤地说，那个店长太过分了，不仅换了鸡，连料包都想自己配。他觉得从中央厨房进货太贵，想自己找药材供应商。我当机立断，立刻解除了那家店的加盟资格，收回了品牌授权，同时在官网发布声明，公开了这家店的违规行为，并承诺给受影响的客人退款和补偿。这件事给我敲响了警钟，我意识到光有标准化流程还不够，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管机制。我成立了专门的品控部门，每个月对所有分店进行突击检查，凡是发现违规的，一律严惩不贷。为了加强管理，我还开发了一套智能监控系统，每家分店的后厨都安装了联网摄像头，总部可以实时查看操作情况。料包的使用也实现了数字化管理，每个料包都有电子标签，扫码后才能使用。系统会自动记录使用时间和数量。这套系统投入不小，但效果立竿见影。分店的管理变得透明可控，违规行为大幅减少，客人的投诉率也降到了1%以下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走上正轨时，一个更大的机会出现了。一家国际餐饮集团找到我，说想收购许氏养生包，开价2个亿。对方的代表是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，姓李。他说，许先生，你的模式很成功，但要做大做强，需要更多的资源和国际化的管理经验。我们集团在全球有3000家餐厅，可以帮你把许氏养生包开到海外去。2个亿，这是我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，但我没有立刻答应，而是说需要时间考虑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总店里，这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，10年的心血都在这里。我想起当初赶走老王时的决绝，想起研发配方时的艰辛，想起被赵海打压时的坚持。这一路走来，我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对方向的坚持和对品质的执着。如果卖给国际集团，我能拿到一大笔钱，但许氏养生包还是我的许氏养生包吗？那些资本家看重的是利润，不是我想传递的养生理念。他们会为了扩张速度牺牲品质，会为了降低成本改变配方。第二天，我回复了李先生，谢谢你们的看重，但许氏养生包不卖，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做成100年品牌。李先生很意外，许先生，你确定？这可是2个亿。我笑了，我确定，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。拒绝收购后，我把精力放在了品牌建设上。我注册了商标专利，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。我还成立了养生研究院，和多家中医药大学合作，不断优化配方，开发新品。1年后，许氏养生包的分店突破了100家，覆盖了全国20个省份。我们成了中式养生快餐的领导品牌。3年后，我站在许氏养生集团总部的顶层办公室，俯瞰着这座城市，窗外是川流不息的车流，楼下是我们的旗舰店，门口依然排着长队。这3年，许氏养生包从50家店发展到了200家，遍布全国各大城市。我们的中央厨房升级成了现代化的食品工业园，每天生产10万份料包。陈老板的养殖基地也扩大了10倍，带动了整个乡镇的养殖产业，上百户农民因此脱贫致富。苏晴成了公司的首席产品官，他带领团队开发出了20多个系列的养生包，覆盖了不同季节、不同人群、不同需求。我们还推出了家庭装料包，让客人在家也能做出专业级的养生包。阿强现在是运营总监，管理着所有分店的日常运作。当年那个腼腆的学徒，如今已经能独当一面。他培养出了上百个店长，每个人都严格执行着标准化流程。刘姐还在总店，她说自己年纪大了，不想折腾，就守着这个老地方。但她现在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店里配备了充足的人手，她更多的是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。我翻开桌上的财务报表，今年营业额预计会突破5个亿，但这些数字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。更让我自豪的是，我们改变了一个行业的运作方式，证明了中式餐饮也可以做到标准化、规模化。很多餐饮同行开始学习我们的模式，有人成功了，也有人失败了。我明白，标准化不是万能的，关键在于你是否真正理解了自己产品的核心价值，是否愿意为了长远发展放弃短期利益。那天下午，我去总店巡店，路过门口时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老王。他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推着一辆卖炒饭的小推车在街角摆摊。他也看到了我，眼神复杂。我们对视了几秒，他低下头，默默推着车走了。我没有叫住他，也没有过去打招呼。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必要再提。我走进店里，看着后厨里年轻的面孔，看着智能设备有条不紊的运转，看着客人们满意的笑容。我突然想起10年前那个烟熏火燎的后厨，那3个自以为是的大厨，还有我当时的决绝。如果当初我妥协了，给了他们股份，许氏养生包会是什么样子？也许还在那个小店里，每天为了厨师的脾气和要求焦头烂额，也许早就被他们架空，成了一个挂名老板。我做对了，不是因为我比他们聪明，而是因为我看清了趋势。这个时代，个人英雄主义已经过时了，真正能走得远的是那些建立了系统，可以复制，不依赖任何个人的模式。傍晚，我又回到了顶层办公室，夕阳把整个城市染成了金色，远处的高楼反射着光芒。我想起了那句话，时代的洪流中，真正立足的不是某个人的脾气，而是顺应趋势的变革。我拿起手机，看到阿强发来的消息，老板，今天又有3个城市的投资人想加盟，我已经安排了考察。我回复，好，按照标准流程审核。窗外，老王推着小推车消失在人海中，而我知道，许氏养生包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